他伸了个懒腰，揉着眼睛去泡杯咖啡，却见自家老爹一条腿挂在椅背上，一手漫不经心地在绘图屏上描摹，还有闲暇空出一只手给他母亲大人捶肩。而他的母亲大人神色正木然地盯着控制台屏幕，直到呼叫铃响起来，才一个机灵站起来道：“喂，确定是 T 线反应？知道了，照片同步过来。不行，没条件。不行也得行，挂了。”臧瑟瑟打了个哈欠，眼角余光瞄到魏无羡，冲着他的方向嘘嘘一抓，道：“给我杯纯黑，加1勺蜂蜜。”魏无羡心道：感情刚才这是睡着了呀？照着吩咐给自家娘亲泡好咖啡端过去，道：“不加奶油吗？”臧瑟瑟：“减肥。”魏无羡：“妈，你身材够好了，不用减。”臧瑟瑟：“谢谢恭维，下次再真诚点儿。”这时防爆门滴滴响了一声，有人来访。魏无羡端着咖啡迎到出入口，不是别人，还是送他进来的温教授。他顿时脸往下一沉，语气很差地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魏无羡映在玻璃上的影子有些憔悴，温教授并不比他好多少，也同样顶着一对黑眼圈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叫你爸妈过来。”魏无羡挡着通道道：“忙，没空。”温教授：“哦，那你就是来度假的。”魏无羡一摊手道：“我当然想度假，你这个接待标准我给付100万分。”温教授：“小鬼，昨天你大闹航站楼，造成那么大的骚动，特别调查小组完全有权利把你当场击毙。要不是我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从中斡旋，还帮你申请特批进来，你又有什么立场站在这阻拦我？”魏无羡：“那我还真得谢谢您的全力配合营救了呢。”温教授：“让开。”魏无羡：“不让。有事说事，没事不送，忙。”温教授：“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让开，否则特别调查组再来，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。”魏无羡耸耸肩道：“我实在不明白，我爸我妈明明跟你合伙开研究所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你会作为对立面来传话？那什么调查组有你家亲戚？”魏长泽的隔着半面隔墙喊道：“小羡，不要耽误你休息，让老温说正事。”他说着从里面转出来，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，对温教授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魏无羡撇撇嘴退开，却听温教授道：“确定是 DRA 可。”他看了魏无羡一眼，改口道：“是那个东西了。你有多少把握？”魏长泽：“基本确定。”温教授：“我不追究你这和个不够准确的定语，现在捕猎队的负责人到了，把你们推测出来的行动路线给我。”捕猎队：当跟神秘动物有关的各类事件发生时，负责人便会向有能力捕猎的组织或者个人申请援助。臧瑟瑟也好，魏长泽也好，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，若偶遇类似事件，就会顺手帮忙解决。但这一次的状况超出了想象，所以邀请一支捕猎队出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闻言，臧瑟瑟也丢下控制台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哪支队伍？”温教授：“这里的捕猎队规模不够，我向 BAM、HCWW、Durmstrang、清河、姑苏、LHW 发了求援，没想到姑苏来得这么快。”臧瑟瑟：“好。小羡，去汇总，跟你温叔叔走一趟，把你推演出来的路线交给救援队。”温教授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不行，你们不能和外界接触，结果给我。”臧瑟瑟歪着头，斜睨着他不说话，两人身高明明相差许多，气势竟势均力敌。他冷笑道：“我儿子昨晚上刚到，你连那东西是什么都没告诉他，你在怕什么？”温教授丝毫不让步，道：“结果给我。”臧瑟瑟：“没有结果。”温教授：“你们折腾了2天，什么仪器没提供？什么信息没给你们？现在跟我说没结果？”臧瑟瑟：“数据都是我儿子算出来的，他不去，当然就没有结果。”温教授迅速踱了几步，脸色铁青，道：“为什么你一定要让他去？特别调查组已经对我提出了质疑，再找不到航班，所有人都会受牵连。我不介意放弃一个小小的研究机构，可对你们来说，他的话只说了一半，言外之意却再明显不过了。温氏财团不排除割肉止损，舍弃夷陵研究院的可能性，甚至有可能把研究院推出来当替罪羊。”魏无羡听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桌子上。臧瑟瑟不怒反笑，伸手就去摸腿上的匕首带，当然那里是空的，
隔离之前早已经被收走了。魏长泽拦住妻子，笑眯眯地道：“我和瑟瑟也就算了，小宪可不是当事人。他既不知道你们怕泄露的核心情报，计算和推导的部分又的确是他独立完成的，是最合适的交接人选。你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长辈了，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的很清楚。”温教授神色稍缓，执着道：“我考虑一下。推算神秘动物的逃窜轨迹十分繁琐，体型、生态习性、温湿度、风向，甚至于云层都有可能让结果产生变化。相对的，一个推算结果也往往需要辅助大量的解释说明，时间紧迫，由推算者亲自说明显然最有效率。”藏瑟瑟立刻领会了魏长泽的以退为进，也跟着道：“随你考虑，只是那东西的飞行路线会不会改变，捕猎队等不等得及，可就和我们无关了。”温教授斟酌再三，以他所掌握的情况，姑苏与夷陵并没有太多私交，即便有，交接的全程都在特别调查组的严密监视下。魏无羡这样的小鬼，即便运算能力再优秀，也很难在众目睽睽下传出击要情报，也与他的目的不冲突。于是他向通讯器低声说了几句，又冲拷贝好资料的魏无羡道：“走啊，还愣什么？”魏无羡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，背着手，大摇大摆地率先走了隔离实验室。却听身后藏瑟瑟呸道：“狐假虎威！”温教授脚步一顿，停住了，慢慢回过头，道：“藏女士，我建议你还是多管一管儿子，随便处置股权可不是个好习惯。”航站楼贵宾室会客厅改装，云深的制服主色调是纯白色，捕猎队也一样，只在侧缝袖口处绣着极浅的淡蓝细条作为区分。领队是标配的3个人，1名队长，2名副队，带队的竟然是研究所的主负责人蓝曦臣。在特种兵黑西装的团团包围下，温教授带着魏无羡在云深捕猎队的对面落座。略过自我介绍，魏无羡单刀直入，直接开始所得路线上的变量。为了直管，整张会议桌上都打满了地图投影，一条折线横亘其上。说到最后一个数据时，距离有些远，魏无羡不得不伸长手臂去指点。站在他身后的2名特种兵立刻调转枪口，反扭双手制住了他，厉声道：“不许动，不许有可疑行为。”蓝曦臣屈指猛地扣了一下桌面。坐在他身后的1名副队笑了一声，讽刺道：“不听路线说明，你们是打算丢头子，再亲自去捕猎吗？”另一边的大胡子副队接话道：“呵呵，武力压制真了不起，咱们不如打道回府。”温教授摆手。特种兵敢怒不敢言地放开了魏无羡。蓝曦臣那双深色的眼珠又黑又深邃，一抹不悦极快地闪过。好巧不巧，被刚刚抬起头的魏无羡捕捉到了，极快地冲他眨了一下右眼。蓝曦臣推了一下无框眼镜，不露声色地移开了视线。魏无羡却笑了起来，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。“二哥哥，你来了。”说明会进行了足足45分钟。除了因为魏无羡动作略大，被特种兵打断的那一点小插曲之外，其余的一切都很顺利。